我……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，你现在还很冲动。你才刚看完信，刚知道我生病的事，这种时候你的判断是不理智的。你再等几天，等情绪缓和下来，再好好想想。那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些风险都是可能，都还可以人为努力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杨哥他为了我的病努力了很久，可是我剩下的时间还是只有3年，也许再也不会增加了。你要是和我在一起，那等我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必须说。抱歉，我没想那么大声，我只是必须让你知道，如果你现在连那个字都不想听，那你将来又怎么受得了？受得了我的死呢？现在我在这里，我还可以安慰你，但是将来要怎么办？将来谁来安慰你？你一个人要怎么撑下去？如果你选择别的男人，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，到时候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家人，到时候你还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。只要他能给你幸福，我只会带给你不幸。我没有时间了。我在乎。我没办法不在乎。我以前有过很多计划，有过很多想和你做的事。我想陪你一起看书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烟火，一起旅游，一直陪着你。我想给你最幸福的生活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我相信。我也好喜欢你，最喜欢你。
那个，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打开看看。其实，舒曼也好，勃拉姆斯也好，我和他们两个都不像。舒曼面对克拉拉父亲的百般阻挠，始终坚定不移，为了能和克拉拉在一起竭尽所能。而勃拉姆斯深知自己不能与克拉拉相守，他守口如瓶，终其一生都只作为克拉拉最亲爱的朋友。但我既不够勇往直前，也做不到克制隐忍。以前我下定决心不去见你，却在见到你的一瞬间就动摇了。我想要能多和你相处一会儿，哪怕是几天也好。之后，我又决定病好之前只作为家人陪伴你。但是我却一天比一天贪心。刚刚也是。明明下定决心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无条件支持，却又和你争执。我其实只是个懦夫吧。小时候，我看童话故事里说，彩虹的下面埋藏着宝藏，所以每次看到彩虹时，我就带着你追着彩虹跑，想找到那个宝藏。不，其实我早就找到了，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藏。所以，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。我发誓，我会为你竭尽一生所能，活下去陪着你。边想着你边做的礼物，希望你以后一看到它，就能想起我。小时候，我看童话故事里说，彩虹的下面埋藏着宝藏，所以每次看到彩虹时，我就带着你追着彩虹跑，想找到那个宝藏。其实，我早就找到了，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藏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追彩虹，结果迷路了，最后我靠着星星辨别方向，才带你回到家。说起来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看星星了。等你有空的时候，再一起去，好不好？以后，我也会像这个投影一样，始终陪伴在你身边。我做八音盒的时候，花生一直吵吵闹闹的，想把自己也加进来，所以我就把它做在发条上了。